买阴不买阳，买阳会挨套，买阴会上涨。90%的人都不知道的买入秘密，今天就来分享一个阴线找买点的方法，让你可以买在大阳线之前，实现轻松获利。5分钟学会，少走10年弯路。我是阿哲，建议你点赞加订阅，方便后期持续学技术。第一步，你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课程大纲。阿哲会从3个方面分享3种三阴不吃阳战法。首先是三阴不吃阳的基础版本，也是标准版，专门用来把握短线的加速行情。其次是三阴不吃阳的宽松版本，把握更多市场存在的短线上涨机会。最后是三阴不吃阳的加强版本，也是最强的版本，专门把握短线加速以及波段选股。我们先学标准版。三阴不吃阳虽然有3种版本，但学会该战法只需要记住3句口诀，特别简单。第一句口诀：阳后现三阴，价格上涨，而后出现连续3天阴线的下跌。第二句口诀：不破阳最低，价格虽然3天下跌，但是却没能跌破最后一根阳线的最低价格，说明多方势力是远强于空方的。最后一句口诀：下影线进场，是指第3根阴线的影线吗？并不是，我们需要的下影线买入信号是至少有实体1半长的影线。再等待1天吧，在不跌破阳线最低价的前提下，出现了这样一根 K 线，它的下影线至少有实体1半长，尾盘买入，以阳线最低价止损，以小博大，把握短线加速行情。为什么一定要等待这种 K 线才能买入呀？如果你学过阿哲讲过的金针探底，就肯定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弱化版本的买入信号。如果再添加以下2个条件，成功率会更高哦。一个是价格最好是在上涨阶段，至少不能是下降趋势中出现。像这只个股前方出现了标准的 N 字形上涨结构，脱离了前期短线的下跌走势，而后才出现三阴不吃阳。阳线的最低价格支撑位又刚好和前期高点重合，所以效果倍增。最后就是阳线的挑选，阳线最好是大阳线。给你一个选择题，假如我们需要一根大阳线，那它应该涨幅达到多少才合格？是 1%、3%， 还是 5% 或者 7%？ 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，阿哲后续会统一回复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宽松版。你可以发现图版中出现了2次上涨，而后也都是3天的调整，但符合标准的三阴不吃阳吗？很明显不是吧，都跌破了最后阳线的最低价，肯定不符合第2句口诀。而这就是我们学习宽松版的目的了，寻找更多市场可以把握的机会。而标准版三阴不吃阳呢，相对比较少见。在宽松版中，我们可以将前期上涨时最多3连阳合并为一根大阳线看待，这又是连阳对连阴模型，并且要求3连阳不能都为大阳线哦。像前期这种拉升动作加速的3连阳就明显不行。现在我们可以发现，后续3连阴调整并没有跌破大阳底，同时最后一根阴线它的下影线大于等于 K 线实体1半，符合进场条件，可以买入，以前期大阳底作为止损，再次抓住短线上涨行情。最后我们来到价格层面讲最强势的三阴不吃阳模型。3句口诀是不变的，但很奇怪的是，这3天的阴线下跌，它并没有构成标准版三阴不吃阳，因为明显跌破了阳最低。而且它也不是宽松版，因为前面的上涨有明显加速，不能合并。那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？其实这种 K 线痕迹就是最强的多方表现，我们将它称为跳空缺口。如果你挑选的阳线它是向上跳空缺口后形成的，可以默认为强势大阳。同时大阳底不再是 K 线的最低价格，而是缺口的下沿，下影线进场，往往更为强势的短线机会就来了，真正实现买在上涨前伏击拉升行情。我们以一个更大的视角来复盘，刚才我们发现的加强版三阴不吃阳就出现在这里，
你会发现，其实不止短线启动了，并且也带来了后续的波段行情，所以它也能够作为波段强势的一个标志。包括这里，其实也是跳空后的三阴不吃阳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三阴不吃阳，买入就上涨模型，现在你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并订阅阿哲，方便后续学习更多技术分析干货。下期更加精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